江城最近不大对劲。魏无羡自打认识江城以来，除了江叔叔，没见他对谁特别好奇的，那种把目光粘在对方身上的情况更是不会有。但他最近发现江城的眼睛老往蓝忘机身上瞟。当江城第3次把目光投向那边时，魏无羡用筷子敲了敲他的碗。干嘛呢？不好好吃饭，那边有肉啊。江城啧了一声，疑神疑鬼地压低声音说道：我觉得蓝儿老瞪我。啊？魏无羡回头看了一眼，正好撞见蓝忘机淡然的目光，他脸上扬起笑脸，朝那边挥了挥手。忘机兄，一起吗？蓝忘机没理他，低头吃饭去了。果然不理我。魏无羡摸了摸鼻子，转回身。我看你就是太自恋了，他没事看你干嘛？江城不自觉提高了音量。我怎么知道？连你都找不出理由，就说明是你多想了。江城感觉跟他说不通，眉头一皱。吃你的饭吧。思来想去，江城只想到一个可能，他和蓝忘机大概天生不对付。其实他有这个想法不是1天2天了，早在他8、9岁时就听说过蓝忘机。江丰眠去姑苏参加清谈会，回来的时候提到蓝家那2个与他年岁差不多大的小公子，不但模样俊俏可爱，而且个个聪明绝顶，书读3遍就会背。江城从没听江丰眠这样夸过谁，他找江丰眠报告自己功课的时候，对方总是以不错不错，玩去吧结尾。于是在江丰眠滔滔不绝的夸赞中，江城小嘴一撅，抱起菲菲跑远了。然后在他整个少年生涯，又无数次听到旁人夸赞姑苏蓝氏双璧的风采，甚至他的姐姐江燕离也对这2位公子的真容好奇起来。不知他们是否真如传闻所说？没事，师姐，到时候我帮你看看。魏无羡一边扎着马尾一边道：要是长得好看呢，我就拐回莲花坞；要是长得丑呢，就收他们做小弟。江城踹了他一脚：去，还拐回来？你是人贩子吗？收什么小弟？收你的莲蓬菱角去吧。魏无羡揉揉屁股：怎么不能收小弟？讲道理，论年纪我比你大，你还得叫我生哥呢。然后他追着魏无羡打了3条街。等他们来云深不知处的第2天，江城就肯定自己的确不喜欢蓝氏双璧，尤其是蓝忘机。跟温和儒雅的蓝曦臣不同，蓝忘机面对谁都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，好像不需要关心，更不需要帮助。后来江城了解到，以蓝忘机的实力，他确实不需要这些。一个人若是太强大了，身边人太多会成为他的负累，拖慢他的脚步。可他的眼神太淡漠，若不是面对长辈时不卑不亢，帮同窗解惑答疑时不厌其烦循循善诱，他那样子很容易让人感觉这人自命不凡，目空一切。蓝忘机很强，江城打心底里服。蓝忘机的确是个君子，所以江城不喜欢他，但也绝对不讨厌。按理说他烦也是烦你才对，不是作死就是犯家规。江城咽下最后一口米：整日盯着我干嘛？难道是觉得我没看好你，所以我也有责任？他回忆了一下，确认自己和蓝忘机没什么接触，连接触都没有，就更别说做什么让对方讨厌的事了。唯一一个能引起蓝忘机不满的，而且与他有关的，此时正坐在自己对面，没心没肺地吃着片汤。魏无羡笑道：那就不知道了，要不我帮你问问。说着就要起身，江城忙拽住他胳膊：你少去他身边晃悠。魏无羡又坐回来：好，不去，你那么紧张做什么？那边蓝忘机已经吃完起身，走之前视线果然在他身上落了一下。江城一阵心烦。不过江城很快发现，蓝忘机的眼神并不总是落在他身上。比如此时众弟子在蓝氏上课，蓝忘机除了蓝启仁谁都不看。魏无羡已经朝他扔了3、4个纸团，而他自岿然不动。实在受不了时，回头警示的眼神也是克制手里，甚至温柔的，并没有看自己时那种冷漠的感觉。温柔？真奇怪，怎么会想到这个词？待2个时辰后，蓝启仁收拾了书柱，转身刚走出蓝氏，刚才还死气沉沉的学生又一下子生龙活虎起来。江城准备去觉睡了一下午的魏无羡。魏无羡喜欢赖床，又有起床气，刚醒未醒时跟泡胀时的一点就着。聂怀桑叫过一次就不敢再叫了，于是这重任就落在了不但敢叫还敢踹的江城身上。只是这次有人捷足先登，蓝忘机就坐在魏无羡前面，
整个下午都坐得端正笔直。若不是他面前的书翻了好几页，江澄都怀疑他其实是石头成了精。只见蓝忘机转过身，眼神在魏无羡头顶翘起的几根毛上徘徊了一会儿，似乎是在犹豫要不要替他抚平。那一刻，蓝忘机的目光让他联想到春夜舒展，冰雪消融。然后他摇摇头，心道自己一定是看错了。接着他看到蓝忘机轻轻地推了推魏无羡的胳膊，试图将他唤醒。完了完了，魏无羡最讨厌别人叫他起床时动他，他宁愿被吵醒，也不愿被人揉醒。依魏无羡的脾气，一定会把别人的手挥开，不耐烦地说一声：“别动，困着呢。”然而江澄看到魏无羡只是揉了揉眼睛，在看到面前的人时，不但没有生气，甚至咯咯笑了2声，笑眯眯地把当作枕头的书从胳膊下抽出来递给蓝忘机。谢了蓝湛，幸好你多带了书，要不然蓝老头一定骂死我了。给，完璧归赵。蓝忘机嗯了一声，将书收好。江澄呆坐一旁，总觉得哪里不对，但他说不上来，硬要形容的话，就像平时叫得最欢的茉莉突然安静如鸡，嘤嘤地蹭着他的手心，或者是平日最无精打采的小爱突然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圈圈。他还没想明白这怪异感是什么，却忍不住腹诽起来。魏无羡你又不听课，借什么课本？而蓝忘机又他娘的为什么会带2本一模一样的课本？这次蓝忘机直接离开了蓝氏，并没有瞪他。奇怪，他瞪人是分心情的吗？还是看天气？或是跟魏无羡说的一样，只是他自己多心？江澄回忆起他第一次感觉到蓝忘机瞪他的时候，当时他和魏无羡、聂怀桑3个喝得酩酊大醉，聂怀桑还拉着他俩的手，非要搞个拜把子。江澄醉了个七八，迷迷糊糊道：“拜把子可以，我要当大哥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怎么当大哥？大哥那是谁都能当的嘛，能称得上大哥的人，一定得是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铁血硬汉，还有功课样样第一才行。我看还是我来吧。”江澄反对道：“你哪里像大哥了？到处闯祸，留下一堆烂摊子。”魏无羡就道：“那不是由你收拾吗？”江澄又要和他吵起来，聂怀桑将2人推开：“哎，何必伤了和气？没必要非选一个大哥嘛，咱们就互称兄弟，好不好？”3个醉鬼杯子一碰，是兄弟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觥筹交错，笑声四溢。第2日，魏无羡被蓝忘机拖到祠堂杖罚，铁血硬汉魏无羡被打得嗷嗷直叫。江澄一问才知，魏无羡昨晚下山偷买酒回来的时候，又撞见了蓝忘机，不但跟人打起来，还把蓝忘机推出了墙外。怪不得蓝忘机今天一大早就拉他出来受罚，看来是真的生气了。杖刑持续了1炷香，江澄和聂怀桑便在外边等了1炷香的时间，听着门里不断传出的棍棒声，以及魏无羡撕心裂肺的惨叫，酒也醒了个彻底。蓝忘机从祠堂走出来时，步伐稳健，眼神仍是淡淡的，仿佛刚才受刑的不是他。江澄虽然不喜欢蓝忘机，但打心眼里敬他是个汉子。挨了那么多棍子，面不改色站起来就走，哪像魏无羡杖刑跟杖毙似的。江澄跟聂怀桑溜进祠堂，看到魏无羡还趴在地上唧唧歪歪，江澄喊道：“起来，人都走了，你还在这干嘛？准备在人祠堂里坐月子？”魏无羡面如死色：“哎呀，我屁股疼起不来，你背我吧。”“鬼才背你，自己走。”江澄踢了踢他的小腿，魏无羡马上撕了一下，好像真的疼得厉害。江澄一想到他们3个喝醉，只有魏无羡受了罚，心底着实有些过意不去，将人往肩上一甩，恶狠狠道：“叫你别去招惹那个蓝儿，你不听，下次再作死，没人替你收尸。”“你轻点，我可是伤员。”魏无羡皱着眉，撇了撇嘴：“我哪里想到他会真打，下次再也不逗他了。”“魏兄，这样有好点吗？”聂怀桑跟在后面扇子扇得飞起，可魏无羡觉得除了屁股2点，没有一丝缓解的作用。“谢谢，我好多了。”江澄道：“你也是，每天围着人家转，他不注意到你才怪。”魏无羡哎呦哎呦叫着：“对，我的错，我以后见到他绕着道走。”抬头，他们3个发现蓝忘机正站在不远的地方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江澄就是那时候发现蓝忘机看他的眼神带着说不出的寒意。江澄总结了一下，最后他确定一件事：
蓝忘机瞪他的时候，魏无羡一定在场。如果魏无羡比较靠近他，那蓝忘机会瞪他；要是魏无羡比较靠近蓝忘机，那蓝忘机可能看都不会看他。为了印证他这个猜测，江澄分了一点注意力在这两人身上。在江澄眼中，魏无羡和蓝忘机完完全全是两种人，打死都合不到一起那种。尤其像蓝忘机这样一板一眼的，应该极度排斥魏无羡这种瞎胡闹的才对。可奇怪的是，蓝忘机少有的几次闲谈都是同魏无羡一起。比如此刻，魏无羡因为上课传小纸条，被蓝启仁罚抄雅正集全文，抄不完不准吃饭，并嘱咐爱徒蓝忘机监督他。而魏无羡正厚脸皮地求蓝忘机给他开后门。魏无羡趴在蓝忘机书案上，用那种又软又轻的声音叫道：蓝儿哥哥，我下次不敢了，刚抄完上一篇，我手都要断了，这次就放过我好不好？蓝二哥哥。江澄听魏无羡用这种声音说话就头皮发麻，恨不得一脚踹死他。但蓝忘机竟然没有直接说不行，面上似乎犹豫了一下。所剩不多。魏无羡马上挣扎起来：我真的快饿死了，吃不饱饭，写不动字。江澄心道：骗人，魏无羡吃饭没个准点，但绝对比现在要晚。但蓝忘机像是信了。我帮你打饭。谁？蓝忘机？帮魏无羡打饭？江澄微微睁大了眼睛，所幸魏无羡没再耍赖，闷闷道：好吧，那我想吃醋鱼。江澄终于忍不住站起来道：上哪儿给你弄醋鱼？有的吃就不错了，真是惯的你。虽然不明所以，但总觉得他们俩在一起时氛围实在怪得很，好像挤得塞不进其他人似的。